Rich，2024年看好什么股票啊？鲍威尔在12月13号的时候公布，美国在2024年可能会有3次的降息，市场的反应呢也是非常的乐观。在12月13号收市的时候呢，道指已经是破了新高，到了37000点的里程碑。那2024年我们应该怎么投资呢？那为了这个影片，我做了大量的研究，所以大家记得留到最后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2024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分别是不着陆、硬着陆和软着陆。那什么是经济不着陆、硬着陆、软着陆呢？其实我们可以用飞机降落做一个比喻。那软着陆呢，就是飞机开始慢慢的下降，最后呢是平安降落的。那硬着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飞机下降的太快，来不及暂停它，而到最后呢，它是硬体落地，发生了意外。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比喻呢？其实美联储就像是这个飞机师一样，它是透过加息和减息来控制这个飞机的加速和减速。那第一个情况呢，就是 no landing， 这个经济呢继续发展的非常好，一直往上涨。如果有发生通胀下来的话，那就是市场和美联储最想看到的画面。那我们现在看到市场是对于美联储是有信心增加的，因为投资者看到美联储宣布在2024年可能会降息3次，而这也就代表着会给这个飞机给油门，避免了硬着陆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看到市场整体的情绪是偏向乐观，指数呢也是集体往上涨，而道指在最近也是破了新高。那如果是情况一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去寻找一些有良好基本面的高成长股。但就算如此，软着陆和硬着陆的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代表着经济将会放缓，或者是经济将会衰退。那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避免什么行业呢？同时我们应该要留意什么板块？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美国对面的大国现在面临着经济衰退和降息的情况。中概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跌了很多，但是有一只十分的强势，它可以说是逆势上升。在11月30号收市的时候，它的市值已经是超越了阿里巴巴，成为了美国上市市值最大的一个中概股，它就是拼多多。那为什么拼多多它会超越了阿里巴巴呢？明明在过去的3到5年，中国电商市场最大的还是阿里巴巴和京东这2家公司，当时候的拼多多甚至连1、2线城市的市场也进不去，这也让拼多多在发展的初期遇到了瓶颈。在5年前2018年，当时候1、2线的城市的消费者，他们更看重的是质量，他们会优先选择淘宝、天猫或者是京东。京东涵盖了高级市场和电子产品，而天猫和淘宝就占据了其他的市场。拼多多在当时候呢是被1、2线市场的消费者看不起，他们觉得拼多多就是一个廉价或者是带有土味劣质的一个电商平台。那为什么最近1年拼多多的增长是超过了93%，并且市值超越了阿里巴巴呢？这就关乎到中国经济的转变。现在中国的经济和消费能力都有下滑，这也导致了那些1、2线市场的消费者呢也开始选择更有性价比或者是更便宜的产品，所以他们选择了拼多多，并不是因为天猫买不起，而是拼多多更有性价比。现在价格便宜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要消费的首要考虑因素，所以拼多多它非常成功的蚕食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电商市场。拼多多93%的增长速度跟只有个位数的阿里巴巴对比呢，有一个鲜明的反差。就连马云对于拼多多也是刮目相看，他觉得拼多多在过去的3年做得非常成功。有句话叫有智慧不如趁势，马云牛并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阿里巴巴搭上了消费升级的顺风车，而当消费降级的时候，就换了拼多多的时代。所以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就算再好的公司，当它遇上逆势的时候，也是会有不好的表现。Oh, I see。我们来看一下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避免什么板块。第一个是一些奢侈品的品牌，比如说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保时捷在上一年还是一家盈利的公司，但是在2008年它已经变成了一家亏损的公司，它的股价在那段时间也是跌了很多。再比如说奢侈品品牌 LV 集团，它也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受到了重创，虽然当时的数据它只
是净利润少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股价跌了超过57%。第二个就是广告公司，比如说 Meta 和 Google， 在经济好的时候，整个消费市场都是非常有购买意欲，商家也更愿意去抢占这个市场，投放更多的广告费，所以可以在这里分一杯羹。而当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整个市场可能在萎缩，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是有所下滑。2022年呢，营收增长速度是大幅度的下滑，广告收入是有很大的倒退，股价也是跌了很多。第三个就是零售，这里我举个例子，就是 Amazon 在1999年到2001年的时候，从高峰时期到最低跌了超过95%。2021年 Amazon 还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但是在2022年开始，当时候市场也是对未来非常的不乐观， Amazon 就开始了亏损的一年，它的股价呢也在过去的那一年跌了56%，从2021年赚取非常高利润的公司变成了一个亏损的公司。那第四个我们要避免的行业呢，就是证券行业。在市场好的时候，投资者或者是那些散户，他们会更愿意的去频密的买卖，因为整个市场呢非常的乐观。而当这个经济放缓或者是整个市场开始下滑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金钱，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意愿去投资买卖股票。那第五个我们要避免的行业就是银行业。在经济好的时候，银行通常会有更多的贷款，而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客户借贷的意欲下降了，银行的利息收入也会下滑，有可能也会有坏账的情况。那这个不能买，这个行业又不能买，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行业呢？除了我刚才说到的拼多多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廉价品或者是必需品的一些行业。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不买什么，但是我们不可以不吃东西。比如说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当时整体的美股市场都是往下栽跌的，而麦当劳可以说是逆势上涨了18.5%。就算你在2022年初高位买入了麦当劳，经历了一整年的跌幅，其实到了年底它依然是有1.47%的增长。你不要小看这1.47%的增长哦，其实同时期标普500在那一年跌了23%。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他们不吃麦当劳，他们可能会在家里做饭。那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板块，超市，比如主打低价产品的 Walmart， 在2008年 Walmart 也是有超过21%的增长，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当时候的标普500。那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而导致它股价上涨的，比如说 Zoom， 当时候因为疫情大家都不可以在线下工作，导致了线上办公的需求呢暴涨，它的营业额也因此大幅上涨，它的股价涨了超过10几倍。无论是软着陆或者是硬着陆，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投资黄金，因为黄金的主要消费地区不在美国，就算美国的经济放缓或者是衰退，其实跟黄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如果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话，其实也是利好黄金的一个因素。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黄金或者是影响黄金的5个因素，可以去回看我们上一期的影片，奇葩啪有跟大家详细的讲解。Oh, I see。我们来总结一下，2024年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分别是不着陆、硬着陆和软着陆。那如果市场不着陆的话，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一些高增长的成长股。那如果是硬着陆或者是软着陆的话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些防守性比较强一点的公用股，或者是债券和黄金。应该要避免奢侈品的行业、广告公司、零售、证券商或者是银行股。那展望2024年，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请你们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明白和学习。那我们下期再见。